见女儿在后座沉睡，开窗让她透透气，自己跑商场去了。那时候，一陌生女子路过车边，看到小姑娘头上亮晶晶的发卡，心里就打起了小算盘。周围没人，她伸手进窗户想撬锁，门打开了，可那发卡死死粘在头发上，怎么也弄不下来。小姑娘这时醒了，怕她大哭大闹，女人索性把她抱走了，拿下发卡想把孩子送回去，却看到孩子妈妈开车冲她而来。女人以为自己玩完了，但妈妈竟然没看见，呼啸而过，直到回头才发现女儿不在，急忙掉头去找。一辆货车突然撞上了她，妈妈被送进了医院。作为韩国知名财阀，他们悬赏5亿找女儿，却一无所获。转眼25年，当年那个小女孩已经长大，巧合的是，已经在亲生妈妈的公司实习2年了。为了正式聘用，她总是低声下气，干着最累最苦的活，甚至还得接送领导的孩子。她对这一切全无怨言，因为家里6口人都不容易，她太需要这工作了。但事与愿违，在一群实习生里，大家都等着那个转正名额。突然领导宣布新人要来了，原本属于他的名额不见了。新人一进来，他愣住了，抢他工作的竟是他朋友尹清河，他们俩前一晚还一起吃饭呢。清河却没吭声这事儿，治安气得要命，冲出去直接问清河怎么回事。清河也直接来了，说是因为他爸牛逼，还说他看不惯治安那穷还硬气的样。清河让治安来求他，治安听了直接上去就是一拳，俩人就打成一团，最后吵到警局去了。清河说绝不和解，要告治安。治安也不客气，说他要把这事儿放网上，让大家都知道清河是怎么抢工作的，还想告同学。清河听了都说不出话来。这时候清河他爸到了，出门就给治安道歉。治安听了愣在那儿，看着清河被他爸接走，治安再也装不下去，泪水就这么掉了。这事一过，治安被公司开除了，本以为要离开这大公司了，谁知道他那财阀亲妈25年后找到了他家。那会儿只有徐妈妈在家，财阀妈妈直奔主题问徐妈妈，治安和知秀谁不是亲生的？徐妈妈说都是她的孩子。财阀妈妈拿出 DNA 报告，原来不久前，当年抱走女孩的女人，借做美容的幌子进了徐家，偷了治安和知秀的牙刷，发给财阀妈妈，还勒索了10亿，这才让财阀妈妈找到了失散25年的女儿线索。财阀妈妈追问徐妈妈，徐妈妈痛苦地说出是治安。财阀妈妈问孩子怎么会在这儿，徐妈妈就讲了当年的事。那个妈妈忙着挑衣服，女儿被旁边吹泡泡的小孩吸引了，冲动地跑了过去，就这样女孩没了。徐妈妈在坟前哭得天昏地暗，谁料想他们回家路上，在那偏僻的地方竟撞见个跟女儿长得太像的孩子。徐妈妈心头一软，就把小孩带回了家。更没想到的是，25年后孩子的亲妈找上门，她可是韩国大财团的。在逼问下，徐妈妈说那孩子叫治安，那女人让她找机会告诉治安真相。然后她来到治安的工作地点，治安被公司赶出来后，现在在炸鸡店打工，看着女儿这么辛苦，还挨老板骂，财阀妈妈心疼极了，却不敢认。她把炸鸡店老板叫到车里，给了他一叠钞票，说让他辞了治安。治安毫无头绪，问老板为啥要辞他。老板照着财阀妈妈的吩咐，多给了治安1周工资，说是侄子要来这儿攻。治安失业了，网上不停投简历，但次次碰壁。在外地工作的许爸爸通过知秀得知治安没工作，心里挂念，他悄悄回来，想带治安吃好的。治安懂老爸的苦，坚持拉他去路边摊。看着女儿这么通情达理，老爸递了块肉给治安，又掏出装钱的信封，让治安去放松放松。钱在半空，治安迷茫了，这么大了还要接爸爸的钱，心里添堵，不想让爸爸担心，他硬是装镇静，把钱推回去。许爸爸心里五味杂陈，这顿饭父女俩都小心翼翼，生怕让对方看出自己的力不从心。许爸爸为了挣钱，连家都没回，饭后就直奔车站，准备返工地。治安望着老爸远去的身影，深吸一口气，转身走了。他没看到爸爸又悄悄跟上，凝望着女儿的背影。等治安回头，许爸爸愣了一下，为了逗女儿笑，举手挥舞。治安回到家，妈妈也递给他一沓钱，催他歇歇。看着手里的钱，他反而更心酸，把钱还给妈，起身就走了。看着治安这么通情达理，又这么劳碌，许妈妈终于决定要告诉他真相。第二天一早，妈妈叫醒治安，让他换上得体的衣裳。两人来到高档餐厅，对面坐着的是治安亲生父母，治安还蒙在鼓里。妈妈点头后，没吃早餐的他便狼吞虎咽。烧饱之后，他忽然想起曾在杂志见过对面这对夫妇，是海城集团的副会长夫妇。治安小声问妈，怎会认识这种大人物？坐在对面的竟是自己亲生父母。他满脸错愕，但话是妈亲口说的。妈妈讲完便走了。女孩站起来，财阀父母叫住她。治安瞅了瞅两人，不敢相信的说了声对不起就出门了。找到妈后，妈似乎执意要他跟财阀父母去。
没多说，便挣开治安的手上了公交。治安独自一人回到了家。今天他去认亲的事还没人知道。大哥抓住妈不在的机会，像儿时那般，给他和织绣搞了顿火锅大杂烩。饭后，弟弟回来了，用打工钱为他买了双皮鞋。这家虽穷，却和睦温馨。他太爱这个家了，爱家的每一份子。夜里，他在门外等，看到妈妈回来，迎上前告诉妈，自己不会去财阀家，这里才是他的家。妈问他，家里没能供你上好大学，没能帮你进大公司，还收你伙食费，你真的决定留下？治安撒娇似的靠在妈肩头，妈却把他推开走了。治安泪眼朦胧。第二天，他回公司去办离职金的手续，碰巧遇上之前的对手尹清河。尹清河索要医药费，治安把刚领的100万给了他，但还差一大部分，尴尬的让尹清河等几天。为了缓解经济压力，治安随意在商场找了新活，有顾客让他把货送到车上，治安拎着一大堆包来到车库，但有辆车挡在目标车前，他希望对方能挪一下，车里的女人却让他从前面挤过去。正挤着，手机响起，治安不由自主抱怨了句，车里的女人以为是在抱怨他，立刻下车来质问，为啥这么没有礼貌？治安卑微的解释是手机响了，可女人根本不听这些。这时女人的女儿过来了，女人向女儿诉苦，女儿嚷着他们在这消费了1000万，要治安跪下道歉。治安一头雾水，不停地说着对不起。这一幕被路过的弟弟看到了，女人还是不依不饶，一旁的同事也劝治安跪下，治安无奈的在那母女俩前跪下了。弟弟一看就想上前，可他看了看身上的工牌，又止步了。治安跪着不停地说着对不起，周围人的治安无助地跪了下来。弟弟看了几乎冲过去，但他注意到自己的工牌，犹豫后就缩回来了。治安跪在那儿，一遍遍说对不起，旁边人的窃窃私语让母女俩才罢手。旁边的弟弟看不下去，心里又痛又气。治安回到前台，领导二话不说就拔了他的工牌，他又失业了。治安就那么愣愣地站着，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。晃悠着，他离开了商场。弟弟在楼上目送着他那单薄的背影，默默地擦着眼泪。治安一路走到深夜才到家，欠债加上接二连三的失业，爸妈也一直在担心。他真的太无助了，终于忍不住蹲在墙角痛哭。第二天早餐时，他告诉大家决定搬去亲生父母那儿了。姐弟们一时互相对望，旁边的妈妈解释了一切。说完，妈妈跑进厨房，治安进来只能说对不起，他找不到更好的话来安慰母亲。这时候妹妹织绣也进来了，她问姐姐这家有什么不好，非得搬到富人家。治安说不出话来。回到饭桌，织绣要求其他人表态。弟弟想到姐姐那一跪，他是第一个支持他搬走，大哥也没有阻止，只有织绣不舍这个一直保护他的姐姐。中午，妈妈叫回了许爸爸，告诉他治安要走的事，但许爸爸知道那个财阀家的女儿应该是织绣，不是治安。许爸爸听后斥责徐妈自私，这对两个女儿都不公平。徐妈解释，她在警局看到治安因工作打架，向别人低头，看他假装坚强的摇摇晃晃出门，看他无助的喊爸爸。许爸爸听了也说不出话，但他还是保持着最后的清醒，他得去找治安，把真相说个清楚。徐妈妈在一旁劝说，就让他去吧，如果揭露了真相，你可能会失去2个女儿。许爸爸心里那个结还是解不开。在公园里，他把治安叫到了一边。许爸爸不想影响治安的抉择，他试探着问治安，真的决定去那个家了吗？他爸爸发现他的脆弱。治安装作镇定地说，是的。许爸爸只剩下目瞪口呆。最后他还是没说出真相，他不敢相信地问治安，为什么要这样？治安把心里的苦水全都倒了出来，然后跑掉了。许爸爸只能愣愣地站在那里。治安的话深深印在他脑海，反复回荡，直到巡逻警察喊他，他才恍然大悟。而此刻的治安躲在角落默默哭泣。妹妹织绣恰巧找到了他，他认为治安是因为看不起父母，不能让他读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。他追问治安怎么能这样，就走了。但只有治安知道，他走是因为自己的无力，是不想父母总是担心。可他没法解释这一切，只能让织绣误以为他是为了钱。夜里，织绣找到他，大声争吵。甚至说要断绝姐妹关系。弟弟进来说哥哥再叫他们去喝酒，织绣拒绝了。治安坐在酒桌旁，向弟弟和哥哥哭诉，说着对不起。他真的不想离开，但他还要还钱，他不想父母再操心了。另一边的老爸还没回过神，独自一人走在汉江大桥，望着灯火辉煌，只感觉自己的贫穷辜负了治安。第二天，老爸在街上醒来，不知怎的，他竟走到了他们当年的家。那时候家里还有钱，他们一家都是无忧无虑的。回过神的许爸爸搭车回家去，这时候治安已经和家里人告别，家人挤在门口目送着治安坐上了车，他正好和爸爸的车擦身而过。老爸急忙问治安在哪儿，弟弟伸手指了指前面。老爸回头只看见车子拐过了角，他二话不说直接跟了上去。这是灰姑娘踏入豪门的第一天，他盯着桌上一大堆餐具，愣是不知该怎么动手。财阀爸爸提议举个杯庆祝治安加入我们，大家齐刷刷举起了香槟。
治安却举起了水杯，他尴尬的换了个杯子，然后他本能的想去碰杯，却发现没人站起来，明显又搞错了。吃到一半，新哥哥突然过来，说要送治安个见面礼物，是条专门定做的项链。哥哥坚持要亲手帮他戴上。这些豪门里的繁文缛节，让治安真不知所措。第二天，财阀妈妈要教治安一个富人独有的技能，就是怎么花钱，随手就给了他3000万。对治安来说，这数字简直天文数字，他惊得说不出话来。妈妈还说得今天内花光这笔钱。到了商场，治安还是直奔打折区，转了半天，手里拎着一大堆购物袋，可钱还剩一大堆。正打算离开，他突然想起了许爸、徐妈还有知秀和知太，他给他们都挑了礼物，然后偷偷坐车送去了。可知秀因为治安去了豪门，还在生闷气，把东西统统扔了出来，还埋怨说治安太绝情了。那天爸爸追车追到晕倒，治安却连回头都没回头。听到这，治安急问爸爸怎么样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财阀哥哥道金来电了。原来财阀妈妈知道治安不会花钱，特意让道金来辅导一下。治安急匆匆的又回到了商场，道金说要教他怎么买东西，但治安说他要买的都买好了。道金只好带着治安回家了。在车上，他开始跟治安讲，豪门世家自有其规矩，一踏进这家门，你得跟过去划清界限，告别你那旧思维，全然改变。治安听得稀里糊涂，半懂不懂。等他回到家里，财阀妈妈又教了他一课，不是溺爱孩子的那种温柔。财阀妈妈径直要治安拿出今天的购物收据，要检查他今天的任务完成的怎样。治安愣了一下，但还是把收据递了出去。财阀妈妈看了之后，发现大部分都是给以前家人买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治安还是舍不得断绝旧日的牵挂。他给许爸爸留了言，解释着之前的一切，一边说对不起，一边说我爱你。许爸爸想让治安快点融入新家，只是反复听着他的留言，电话那头却迟迟无回。可是从小生长的环境不同，让治安难以适应这富豪的世界。他对每个人都是恭敬有礼，小心翼翼。他想跟哥哥妹妹关系好，主动搭话，想融入。结果人家聊的是古典乐，是巴赫和斯拉卡，他只好尴尬的在旁边鼓掌，直到其他两人不见了影。哥哥道金看不下去，决定亲自出马教他。晚上道金带着治安外出，从吃饭到喝酒，道金一步步指导，纠正他的每个动作。治安谦虚学习，一点点进步。吃完饭回到自己小屋里，开始想念和知秀无忧无虑的时光。第二天，他给知秀打电话了解情况。知秀正因被心仪之人拒绝，独自一人喝得烂醉。治安马上取消了财阀家安排的礼仪课，急急忙忙去找知秀。他把知秀背回了家，准备自己回去的时候，恰巧看见许爸爸走来，他赶紧躲到了一边。许爸爸那无助的身影，治安在一旁默默的流泪。财阀妈妈知道后，连治安回来都不等，直接命令佣人把跟他袁家有关的东西统统扔掉。治安一回到家就被财阀妈妈训了一顿，他想要解释，但财阀妈妈根本不给他机会。他回到自己的小屋，发现自己的东西一个不剩。他冲到垃圾桶翻找，却什么也没找到，那些都是他的回忆。他急得泪如雨下，他打算翻墙去找。这时候道金叫住了他，递给他一个小人偶，正是他心心念的那个。回到房间，他摆出6个小人偶，这是他原本家庭的模样。他非常感激道金。几天后，家族的长辈财阀爷爷回到家中，他考虑怎样公布治安的身份，又不惹起公众议论。财阀家的外孙女25年后的归来，却苦于没有合适的说辞向外界公开。这时候老爷子有了主意，先偷偷的把刚找回的外孙女安插成公司的普通职员，然后让外孙上位，成为公司副会长。新晋副会长以增进员工关系为由，下基层走访，在和员工拉家常中，一位女工分享了个趣事。她小时候梦想成为自由飞翔的小鸟，结果被哥哥关进鸟笼。这故事让新副会长惊讶不已，因为他小时候对妹妹也这么干过。于是副会长开始调查这位女工的背景，最终震惊地发现，这个女工就是自己失散多年的妹妹。这个故事一旦公开，所有绯闻都会被掩盖。决定就这么定了。第二天，治安就接到了海城集团的正式通知，他竟然成为了正式员工。那份曾经梦寐以求的职位，现在居然轻而易举就到手了。他走进了那熟悉的办公室，曾经靠走后门的尹清河眼睛瞪得比铜铃还大。部长也懵了，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。旁边的同事透露，治安本来就在转正的名单上，他是经过第2轮审核才进来的。尹清河家境好，但也不笨，他可看得出来。在咖啡间，他直接问治安到底怎么一回事。治安本想敷衍了事，但尹清河直接指着他的衣服鞋子说，这些名牌背后肯定有人。治安赶紧解释说，只是为了给大家留个好印象，特意穿了一次。为了摆脱尹清河的纠缠，治安告诉他，我们已经不是朋友了，不用管我的事。尹清河气呼呼的离开了。返回办公室，他跟大家说，治安肯定是有关系才进来的，但没人买账。大家都知道治安在这里实习过2年，一直很努力。其他同事劝尹清鹤还是应该跟治安搞好关系。尹清鹤气得要爆炸了，公司40周年庆典就要来了，
部长让他们2个都出个方案，到时候看大家更认可谁的。治安很快就拿出了自己的方案。尹清河看形势不妙，感觉希望不大。就在大家都在讨论崔道金升任副会长的时候，尹清河撒谎说他认识崔道金。虽然有人怀疑，但也有人信了。投票决定用谁的方案时，尹清河得到了第1票，他乐得合不拢嘴。但接下来的票权是投给了治安。尹清河质疑是不是搞错了，旁边的同事告诉他，光有关系是没用的。结果尹清河一开始就输给了治安。尹清河不服气，他叫住治安，用一副老员工的口吻命令治安去资料室帮他拿东西。治安答应得很爽快，这让尹清河百思不得其解。以前的许治安这么倔强，怎么现在这么容易就屈服了？他不知道许治安只是来这里镀金的。治安来到资料室，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，但没多久，突然他手机震了起来，是财阀妈妈的来电，催他赶紧往美术馆贵宾室走一趟，有客人想见他一面。治安边说自己一身尘土，不太适合见人，财阀妈妈却好像没在听，只是笑着重复1小时后见面，又加了1遍，强调了2次。治安感觉不妙，赶紧给哥哥道金打了个电话。听完治安的情况，道金马上猜到妈妈肯定在搞什么聚会，而且那些财阀夫人们肯定都知道了他的存在。现在让他去，明显是想让治安出洋相，让妈妈没面子。只有1个小时，道金得赶紧做出安排，他要让治安搭顶级名媛的范儿。哥哥先是叫他去洗漱一下，然后立马吩咐秘书准备好保姆车，还让朋友挑了几套既朴素又高级的衣裳。车上顶尖化妆师正忙着给他化妆。第一站，道金从朋友挑的衣服里选了几件，这么一来，他倒是有了几分名媛的风范。但这些只是外表而已，那些富太太们肯定还得问些棘手问题，考验他的真功夫。抵达艺术馆门前，他深吸一口气，放松下来。艺术馆里，那些夫人正等着看财阀妈妈出糗。这时，大门敞开了，财阀妈妈紧闭着双眼，怕治安那身打扮太廉价。他转头一看，简直是惊呆了。其他夫人们也都目瞪口呆。第一关算是轻松过去，但没过多久，就有夫人问道：“治安对艺术熟悉吗？”治安回得谦虚，说只懂那么一丁点。先是旁边的艺术品，他准确地报出了作者的名字。那夫人却不罢休，要求他挑一件作品点评。治安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在对面墙上的画作上，从艺术家名字到创作手法、艺术风格，还有作品的独特之处，他都能流畅地讲述出来。原来治安一直有意向学艺术，只是家境贫寒，最后学了经济学，但他对艺术的热爱依旧，所以那些财太太们的提问对他来说不在话下。这一下财阀妈妈可真是骄傲了，这一回那些富婆们只能是自食其果了。完事后，财阀妈妈赶来，紧紧抱住了治安。渐渐的，治安与这豪门家族的默契越来越深。但就在这一刻，突然间一切都变了。哥哥道金带着治安回家路上，俩人停在便利店前歇歇脚，因为鞋子夹脚的厉害，治安索性就脱下来了。道金注意到治安脚上的伤痕，好奇地问是怎么回事。治安说小时候不慎弄伤的事，可边说边他想起来了，徐妈妈曾说那伤是他1岁时留下的，但失踪的财阀家女儿是3岁时丢的，难不成自己并非财阀家的孩子？这时道金催他快走，治安迷迷糊糊地答应了。车上他问道金还记得他小时候的事吗？可道金说他一点也不记得了。回家后他立刻打电话给徐妈妈，徐妈妈直接挂断了，还关了机。治安下楼找到家里的管家，好奇他们是怎么找到自己的，难道没做过 DNA 测试吗？管家确认说确实做了 DNA 测试。治安疑惑，他不记得做过测试，管家却坚称他们有自己的方法， DNA 测试是不会有错的。这让治安的焦虑感稍微减轻了些，他觉得徐妈妈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。第二天，治安像平常一样去公司上班，听说副会长要来审查他们的工作，部长慌乱的让治安忙前忙后，忙着擦桌子泡茶什么的。谁知副会长此行的目的其实是来支持治安，给部长和尹清河一个教训。这是公司老板的女儿，但他的直接上司却还在让他忙着忙呢。这时候他哥哥也就是公司副总来审核他们的工作成果，副总并未透露和他的关系，但他此行正是为了给那些欺负妹妹的同事一些教训。所以在治安汇报完毕后，副总笑着夸赞了一番，然后他转向旁边的小领导，问到这个方案是许治安完成的，为何最初提交时却是尹清河的名字？小领导急忙解释说，许治安之前只是个实习生，后来离职了，其实就是用了别人的名串了方案。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啊！小领导和清河姐面面相觑，都站起来跟治安说了抱歉。散会了，道金就当众叫治安去他办公室，他这是故意的，就为了让大家都知道，治安现在是受到我们高层特别看重的。果不其然，治安一回到办公室，同事们都快步围过来，纷纷说治安运气真好，一来就得到大领导的青睐。接着小领导也跟到咖啡间，恭恭敬敬递给治安一张中秋节的礼品卡，只给正式员工的那种，还希望治安别放在心上，忘了以前的不愉快。治安看着手里的礼品卡，心里想，如果一开始就被转正了，拿到这卡，徐爸徐妈肯定乐开花。治安偷偷摸回原来的家，结果家里一个人都没有。
他把礼品卡和便条留下，正要离开，突然想起来查查自己小时候的照片，结果一看全部都不见了。治安心里的疑惑又重重的堆了起来。后来他找到哥哥，问他：“你8岁那会儿，妈妈抱回来一个妹妹，你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呢？”哥哥说：“治安，你和知秀本来就是双胞胎，那会儿妈妈带着你们去外婆家住了好一阵子，你们回来时，我只是觉得知秀有点变化。”治安愣在那儿，哥哥感觉话说漏了，急忙补充道：“不是，是你变了。”可是治安不放过这个话题，追问那时候父母怎么解释的。哥哥说：“妈妈当时只说妹妹长大了些，所以我也没多想。”但这让治安的心里更加确信自己可能不是这个财阀家的女儿。他上网搜了搜当年海城集团孙女失踪的新闻，发现那失踪孙女的照片和自己长得一点也不像。他又一次回到了以前的家，想起徐妈妈之前对他说的话，还有那些不寻常的行为都在脑海里浮现。他开始怀疑是不是妈妈图他好，就把他和知秀调包了。他在家里到处翻找自己小时候的照片，最后在一个旧木箱里发现了知秀的照片。他拿出那张他刚从网上打印出来的，2张是一样的。他又回想起他要离开那天，爸爸欲言又止的眼神，他终于懂了，真正的财阀女儿是知秀，不是他。妈妈欺骗了所有人。治安决定回去揭露真相，但回到家，他所见的一切使他说不出口。这位财阀夫人有多么冷酷，曾是密友的女人跪在他面前，恳求他不要撤回投资，但夫人冷眼旁观，甚至直言不讳地说：“你破产吧。”那女人还在恳求，夫人冷冷地说：“那你就不该欺骗我，竟敢把我的私事告诉别的夫人。”那女人发誓以后不敢了，但夫人不给她机会，她告诉那女人：“你儿子现在是我公司的部长助理，管好你的嘴巴，我可以让你儿子继续工作，至于你，还是去申请破产吧。”那女人瘫在地上，然后几个佣人把她拖了出去。旁边的治安吓傻了，他原本打算告诉财阀妈妈自己并非亲生，但现在他哑口无言，惊慌失措地跑上楼去，恰巧遇见妹妹。妹妹好像见怪不怪地说：“妈妈和爸爸就是这样的，最痛恨别人的欺骗。”这让治安更加害怕。夜里，他又做了一个梦，徐爸徐妈在认错，被财阀父母训斥，昏倒之前也没得到原谅。他回到现实中，发现自己被扒光衣服，吓得他突然醒来。而在另一边，仿佛有心灵感应，许爸也醒了。失眠的治安摇摇晃晃地走到了曾经的家附近，看着许爸茫然地坐在公园的长椅上，他不敢靠近，也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他只好用工作来分散自己的注意力。夜里，哥哥道金突然来找他，道金在车上面无表情，他害怕的不敢说话。到家时，财阀父母都端坐着，治安觉得他们肯定是知道了，但财阀爸爸突然提出让他出国深造，周围人的表情都变了，这是他们精心准备的惊喜。治安的负罪感越发强烈，感到事情愈发不可收拾，他情绪失控，跑向楼上。楼下3人认为他可能太激动，治安全在被窝里不停颤抖。新的波澜又起。第2天，他去公司上班，同事们都在窃窃私语。回到办公室，大家都好奇地看他。一位女同事把他叫到旁边，电脑屏幕上是他和哥哥的照片，网上的评论都说他们是情侣。财阀家长看到消息后也摸不着头脑，打乱了原计划。这时会长发来电话，打算今天就宣布治安的身份。道金打电话给治安，让他为发布会做准备，将公布他作为财阀小姐的身份。治安连说不行，他没法向道金解释，但他知道一旦公开，乱子更大，一旦事情败露，他的许爸许妈会更受指责。发布会如期而至，会长正要澄清谣言，宣布治安的身份，治安突然进来打断了他，他请求给他一个发言的机会。会长犹豫了下，还是同意了。治安手里拿着一摞文件，他说失业后欠下了债，去做了个活动的兼职，活动恰巧是副会长道金举办的。他指着照片说，这是他在和副会长谈论酬劳的时刻。他还叫来了活动场地的经理作证，但仍有人表示怀疑。治安接着说，活动快结束时，副会长因事提前离开，忘了支付报酬，后来通过短信联系，短信可以证实一切。道金拿出手机给大家看，确实有他们1个月前讨论费用的短信。至于第2张照片，治安解释是周年庆的供应商，他展示了庆典的供应商名单，名单上却有那个公司的名字。危机得以化解，会长也是笑逐颜开。道金走进部门，想请大家吃饭，治安借修改方案唯有婉拒。夜里，他独自坐在便利店喝闷酒，身份的困境让他无从下手。道金突然出现，坚持要带他回家。治安终于坦白，她不是真正的妹妹。适应了豪宅生活的他，意外发现自己并非财阀的女儿，想向父母坦白自己的身份。看到财阀妈妈的手腕，真相又被他咽了回去。但今天他没能忍住，终于告诉了道金。道金以为他是醉了，但听了他的解释，他终于明白了一切。原来真正的妹妹才是失散多年的知秀，女孩的妈妈把他们调了包。他转身想告诉父母，治安在后面追求他等几天。40周年庆马上就要到了，如果身份被揭露影响公司，他的亲爸妈会有麻烦。治安苦苦哀求，道金怒不可遏，
这时，治安的电话响了，是财阀妈妈打来的。道金一把接过电话，治安眼神里满是哀求。道金最终帮他圆了个谎。第二天，道金问管家：“接妹妹回家时没有做 DNA 吗？”管家说做了，用了他们的牙刷。道金追问结果，管家说夫人去了许家就确定了。道金意识到治安也受骗，然后他便去上班了。看来管家似乎也察觉到了什么。接下来的日子，治安时时刻刻都在提心吊胆，还得忙着弄周年庆的活动，手忙脚乱，一刻不闲。这段时间一起协作，道金看出治安真的有本事。正当两人头脑风暴时，治安接到了会长爷爷的来电，爷爷说他要出国养病了，想让治安和道金去他家住一晚。道金接过手机，借开会的理由婉拒了，说走之前会去看望爷爷。道金跟治安说，长时间相处，你肯定瞒不过爷爷的，所以明天去送送爷爷就好。第二天，道金仍旧忐忑不安，在路上给爷爷打了个电话，说车坏了。接电话的小姨说爷爷很挂念他们，还说要派车来接。担心真相暴露，道金只好让治安先把车弄坏。治安在车下剪电线，道金怕出事，急忙说别弄了。这时治安已经剪断了线，爬出来时还笑眯眯的。看着治安的笑容，道金心里涌起了奇怪的感觉。但好景不长，没多久，财阀爸爸的办公室来了匿名信，信上写着治安不是他亲生的。财阀爸爸面不改色，下班后去询问妻子认亲的详情。妻子慌乱遮掩，明显有隐情，因为当年的事情是他不为人知的秘密造成的。提供线索的这个人可能知道了真相。财阀爸爸第二天上班，打电话叫管家来公司。他询问了认亲当天的情况，管家说是用牙刷做的 DNA 测试。财阀爸爸问之后有没有复查，管家说没有。此刻财阀爸爸也觉得那信不是乱写的。回家后，财阀爸爸走进治安房间，离开前他看到了他带着头发的梳子。在治安的努力下，周年庆成功举办。道金也报以骄傲的大拇指。看见治安，财阀爸爸坐立不安，他嘴上说不舒服，就匆匆离开了。其实他是拿着治安的头发去做了 DNA 测试。治安回家的时候，财阀爸爸连妻子都没先打招呼，直接把测试结果摆桌上了。治安吓得哑口无言。财阀妈妈拿起那纸，她一直很看重治安的才华，半信半疑，觉得这不可能是真的。结果出来了，治安和父母完全没有血缘关系。治安吓得跪在地上，边解释边求原谅，说他本来就想坦白，他请求父母的宽恕。财阀爸爸心狠手辣，直接把他赶出了家。治安慌乱中往门外跑，一不小心摔在了台阶上，他茫然不知去向，无意中走到了以前住的地方。此时财阀爸爸也正巧来找许家算账。治安亲眼看着爸爸被打倒，而爸爸只能跪着求饶。他捂着嘴巴不敢出声，更不敢靠近，转身就跑了。另一边，知道自己被换的知秀也在质问许爸许妈，问他们怎么能这么残忍。许爸许妈想解释，知秀却一个字也听不进去，跑回了自己房间。同时他决定不认财阀这个爹。第二天，无家可归的治安在澡堂里昏昏沉沉，直到被工作人员叫醒。一位好心的阿姨带他去了食堂，还给他盛了一碗热汤。他勉强喝了2口就没了胃口。他打开手机，看到未接电话满屏幕，都是许爸许妈打来的，他一通未接。他点开了知秀发来的信息，给知秀回了个电话，约了个见面地点。他远远的就看到知秀皱着眉头，那眼神里满是敌意。治安心里一沉，他为自己一直冒充知秀，过着富家女生活感到羞愧。他慢慢走了过去，一看到治安，知秀转过头来，治安难以置信，那个爱哭的小家伙现在竟然毫不手软的打自己。知秀带着伤心嚎叫，他一直把治安当家人，而治安没当她是妹妹，一直在隐藏真相。治安心里酸楚，回想姐妹的点点滴滴，知秀却一点也不买账。听着知秀的埋怨，治安底心碎了，他头晕眼花，带着心碎离开了这个让人伤心的地方。另一边，徐妈妈冲到财阀家，求财阀夫人原谅。财阀夫人不仅不原谅，还威胁要毁掉治安的一生，让他永远找不到正职。夫人转身就走。为了让夫人放过治安，徐妈妈一直跪着不起，直到道金回来把她劝走。回家后，许爸知道求不到原谅，他又去了公司，直接找到会长道歉，希望放过自家女儿。两个男人的对话简单又真诚。会长说先把知秀带来，其他的事等后面再说。但此刻许爸更担心的是治安，因为他一直没回家，无家可归。治安就像放纵自己似的跑到海边，远离了城市喧嚣。他快乐地玩着，玩累了，治安坐在沙滩上，想起几年前在这片海滩，他和知秀追逐打闹。现在一切都变了，治安只能默默伤感，独自待到天黑。他拿出手机，一键还原出厂设置，然后扔进了大海。想到自己的处境，治安绝望地走进树林深处。他从口袋里掏出安眠药瓶，打开后药片全倒在手心，一口气吞了下去。他静静地躺在那儿，低语着向每个人道歉，直到力竭晕厥。接完朋友的电话，那位失去女儿的父亲泪崩了。
阳台上独自哭过之后，第二天老人去了车站，手里拿着女儿的相片，给每个人都看，直到他支撑不住，几个通宵未眠，照片都抓不稳了。他瘫在地上，巡逻员工摸他额头，发现他发着烧，劝他稍作休息，但老人只是颤抖地捡起相片，又开始了寻找。憔悴的他被道金遇见，看老人这么凄凉，道金走上前告诉他，他曾见过知安，他很安好。老人眼睛亮了，问在哪？道金说他只是路过，在岩南洞那边。老人马上奔向岩南洞，转了一整个下午，最终在街角看到女儿，一个前进，一个后退，都说不出话来。老人先打破沉默，劝女儿一起回家，但女儿还没准备好，她还是拒绝了。老人道歉，说不应送她去那家。知安不语，转身就走。老人愣在那里。知安快步拐过街角，不想让爸爸看到他伤心。几天前被赶出家门，看到爸爸受辱，他想了死。被救山的老头子发现，他把他送去了医院，怕他再尝试，就以还医药费为理由，让知安帮忙晒海苔。日复一日，知安依旧黯淡无光，老头子只得让他留下来。突然有一天，小贺偶然路过这儿，看到了知安。小贺劝了又劝，想让知安回去，但知安一次次拒绝。小贺从老头那儿了解了知安的处境，出于怜悯，他等知安下班，又劝他跟自己回首尔，但知安眼神里没了光彩，他坚决说已经不在意任何人。这时小贺想起了道金也在找知安，他给道金发了条短信，说知安安好，不用再找。可道金怎能就这么放手？不自觉间，他爱上了知安。为了让知安跟他回去，小贺开始陪着晒海苔。知安没想到小贺会这么执着，想说服他离开，但小贺坚定要跟他一起。知安没多说什么。第二天，知安不想牵连小贺，他决定一起走。他们向老头告别，知安鞠了个躬就走了。而道金查到了线索，也来了。他一眼看到了副驾的知安，他狠踩油门，超车逼停。道金愤怒问知安去哪，知安只是平静说：“那与你何干？”道金无言以对。知安继续赶路，道金跟着。他突然觉得这么做无意义，他都没意识到爱上了知安。于是他拐到了别的路口。小贺带知安到姐姐家，安排他在木工房工作。知安终于有了安身之地。另一边，怒火中的知秀也提着箱子走了。他要去富贵父母家。做了千金小姐第一天，看着满桌珍馐大餐，他竟打算煮泡面。富婆妈妈告诉他，有钱人不吃那玩意，咱家没那东西。居然说自己带了泡面。泡面上桌，知秀狼吞虎咽，他的豪爽吃相让财阀妈无奈摇头。为了打造名媛形象，第二天他给知秀3000万让他随便花。知秀还是那个知秀，没去奢侈品店，直奔批发市场，过去挑件件，现在买拍拍。晚上满载而归，财阀父母早等在家里，心想他不会连花钱都笨吧。仆人们把买的东西摊开，看着这些便宜货，财阀妈妈哑口无言。他仔细看了下小票，总共不过300万。财阀妈妈问剩下的钱哪去了，知秀说捐了给慈善。老妈说让你花钱，不是捐光。知秀回说给我的钱就是我的，我捐了也就是花完了。财阀妈妈又无言，没法反驳。旁边的财阀爸爸看俩人要吵，赶忙让知秀上楼休息，但财阀妈妈不打算就这样放过。第二天晚上，知秀回房一看，发现房间里的东西全新了。他先想到昨天买的衣服，一看衣柜，果然没了，换成了高级定制。他问管家，我的衣服呢？管家说夫人让全扔了。这下知秀火了，冲出去把衣服捡回来，不在乎老妈怒气冲冲上楼。这让财阀妈妈更是火大，又叫他下来。两人的对决在所难免。财阀妈妈一直瞧不起知秀的养父母，这激怒了知秀。他责怪财阀妈妈把自己弄丢，而许父母却如亲生般爱他。讲到激动之处，知秀说要离开这家，转身上楼。财阀妈妈气得张嘴结舌。第二天早餐时，知秀若无其事，旁边一排保姆随时待命。知秀忍不住觉得这太滑稽了，接着直爽地说出了自己的看法。财阀妈妈这次可真是没辙了。夜深人静时，他去找知秀打个圆场，承诺以后会尽量少管知秀的事，还说要给知秀请个礼仪老师，希望他能慢慢学习，渐渐适应这个家。知秀呆呆地看着财阀妈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一看到对方软了，他竟然不知道该怎么反应。孙女换人的消息传开得飞快，会长爷爷竟然没告诉任何人，就匆匆回家了。听说老爷子回来了，知秀的爸妈也急忙赶了回来。老爷子直接对着他俩发泄不满，但一见到知秀，立马满脸笑容，看起来宠爱有加。但老爷子心里另有打算。公司正要举办的答谢会，原本计划是在会上宣布他们找回了失散多年的孙女。答谢会上的嘉宾也有些是准备他们结盟的家族，有些太太们见过之前的知安，现在换成了知秀，得让这些人知道，他们连孙女是谁都分不清。这下联姻可就要黄了。所以老爷子急着跟知秀搞好关系，希望他能在那天变得跟知安一样，上台跟大家打招呼。天真的知秀
很快就被老爷子的热情打动，真以为他是这家里唯一的好人。旁边的人都被老爷子的两面派震惊了，但毫无察觉的知秀，不知不觉就答应了假扮治安上台。从灰姑娘到贵族小姐的蜕变，管家开始重新打造她，1000万的精油按摩让她舒服到不想睁眼，紧接着是500万的皮肤管理，温柔到让她几乎入睡，最后是700万的离子烫。弄完后，她自己都觉得像换了个人。钱果然是能做很多事的，但这一切都不是白来的。很快，财阀爷爷让他在公司年度答谢会上扮演那位名媛姐姐治安。看着爷爷温和的样子，知秀就答应了，嘴上答应了，但知秀一点也不像千金小姐。回家路上边走边吃着零食，财阀妈妈看这样子可不行，所以就给她报了个气质培训课。知秀去了，可这第一步她就错了。老师说千金大小姐不需要对员工鞠躬，微微点头就可以。再说她走路没穿过高跟鞋，像小鸭子一样晃来晃去。最难的部分是讲话了，盯着治安的视频，知秀简直不敢想她得变成那样。转眼答谢会就到了，知秀在财阀妈妈安排下化了个和治安挺像的妆，为了让人分不清真假。接着是衣服和假发，一切都准备好。在去会场的路上，知秀停下了步，她回头，镜子里的自己简直就是治安的翻版。她开始语塞，因为她不想成为别人。旁边的管家催着，说会长就要叫她上台了。她心里七上八下，停在了宴会厅的门口，深呼吸了一下，本来要走的脚步又退了回去。知秀心里挣扎着，下一秒她居然掉头就跑，直接逃离了宴会厅。知秀这一退缩，让宴会现场差点冷场。好在会长爷爷机智，临时把话题转到了在座的各位，总算是没出大乱子。知秀逃了出来，径直打车回了他以前的家。正要进门，就被会长爷爷的人给抓回了车上。知秀在车里蜷缩着，接着头垂下，泪水簌簌而下。回到家，他走进门，爷爷看到他来了，知秀没客气，直接反驳，责备他们没早点让人认识治安，这才闹成这样。听完知秀的话，爷爷生气的说不出话来，让知秀回房间好好想想，头脑清醒后再来见他。知秀回到房间，那一刻泪水止不住地流，他开始怀念那个虽穷但包容他的家。第二天，财阀妈妈责怪知秀不懂得分场合，外头也敢胡来，干脆把他软禁在家了。和他妹妹完全不同，治安的活力在慢慢回来了。他就那么坐在便利店啃着泡面，突然道金出现了，他手里也正好一碗泡面，还说他以后会常来这吃。治安斥责道金别假好心，叫他别再来可怜他。道金看着眼前的治安，笑得合不拢嘴，他感觉那个以前的治安又回来了。这个时候的道金啊，还没意识到他已经爱上了治安。和爱人在一起的时间总是飞快，几天后，道金也说不清楚自己的感情，只知道他很想见治安。于是他又来到了治安的工作地点，远远的看着治安搬木头，他嘴角的笑让道金目不转睛，不自觉的，道金的嘴角也跟着上扬了。这时他才发现，他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笑得灿烂的女孩。道金立刻驱车，直奔父母给他安排的婆家。他向丈母娘道歉，说他不能和他女儿结婚了，但丈母娘让道金回去问问他父母同意不。道金知道父母不会同意，他直接把辞职信甩在桌上，他决定脱离自己的财阀家庭。这男的坐公交居然往投币箱扔5万，司机惊呆了，问他是不是要买下这公交车。男的一脸迷糊的看着司机，一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后面的治安及时走上前，接过男的大钞，帮他刷了公交卡。没想到这财阀少爷出门能这么离谱。就在昨天，这财阀少爷一时冲动，为了一个女孩，竟然要放弃继承人的位置。会长爷爷一听，决定让他尝尝苦头。他问道金是不是想拿家产去创业。道金一时语塞，可爷爷又出招了。看着道金床上那些牌子货，他说这些都是用家产买的，不让道金带走一件，连道金的银行卡都被没收了。但这还不算完，爷爷瞥了一眼孙子手上的奢华手表，就这样连表都得还回去。道金目瞪口呆，心里一阵慌乱，然后他无奈的摘下表，乖乖交出。接下来就连身份证和财产一股脑都上交了。就这么光着身子，道金一无所有了，因为身无分文到可怜，连个旅馆都得挑挑拣拣。那秘书邀他去他家，他内心挣扎，他那点傲气还在，所以就断然拒绝。但脚步却不受控制的走到了秘书家门口。秘书一回头，正巧撞见了道金。道金还硬撑着，装作自己只是迷了路。秘书领着他进屋，也不多问。房间虽小，却暖意融融。在那狭小的床上，道金翻来覆去，难以入眠，熬夜到天亮。秘书妈妈做了早餐，饭毕，他看着这并不富裕的家庭，便想回报人家的好意。掏钱包才发现自己也所剩无几，但他就是不肯不出手，偷偷加了20万在厨房。这下他真的是穷途末路了。没辙的道金想着得找份活计，于是他去了健身房，干起了清洁活。领头的一离开，他就昂首阔步，宛如检阅。他服从命令，尽管心里不情愿，但领导说啥他就干啥，只是他的方式总有点另类。这会儿让他擦地，
那会儿让他摆器械，还有人直接把抹布砸在他脸上。这一整天，道金的公子哥模样快脱落了。下班时，老板递给他装工资的信封，他找了个没人的角落，满心希望的打开，里面只有一张5000的。他仔细翻了翻信封，无奈的把自己剩下的钱一起掏出来，加起来才7000。道金苦笑着，今天算是被磨平了棱角，但这点钱还是不够花。于是他又去找第二份活，在快递公司搬运货物。不懂得偷奸耍滑的他，一直在后头搬着那些沉甸甸的货。老板又来嫌弃货摆得乱七八糟。到了吃饭时间，大家都快速大口的吃，道金却还保持着他的绅士风度，细嚼慢咽的吃着面包。大家又开始工作，道金才回过神来，匆忙把食物塞进嘴里。大伙儿都走了，老板又对道金表示不满。道金去应聘，老板问他操作流程，他却老神在在的说让下属去做。面试官们都惊呆了，其中一个甚至忍不住笑出声来，调侃他是来应聘老板的吧？这位公子哥真会开玩笑，以为自己是大财团的。道金突然不知该说什么，虽然他确实是财阀后代，他不肯多说，只说自己之前是在不起眼的小公司里工作。显然面试官对他的印象并不好。果然，离开没多久，道金就接到了电话，告知他面试失败，但这并没让他退缩，他决心要自力更生。为了让道金回家，他妈妈竟然直接找到了治安，指责他勾引了自己的儿子，说他没能成为豪门的女儿，难道现在想当豪门媳妇？接着就是一连串的责骂。治安感到很委屈，强忍着泪水，坚称自己和道金早就没关系了，不论是过去、现在还是将来，他甚至不喜欢豪门生活。夫人愣住了，大声质问：如果不是因为治安，道金怎会离家出走？可能触到了治安的痛处，他的嘴角不自主地颤了一下，继续否认夫人的指责。夫人看着他坚决的态度，感到非常惊讶。接着夫人说道：如果你真心在乎，那快点让道金回来吧。夫人听了治安的话，瞳孔震惊的瞪大。治安眼圈红了，嘴上还硬气地说：这超出了他的能力，如果他遇到道金，肯定会帮忙转达。夫人气得不轻，指责治安说话无理，悻悻地走了。夫人向道金爷爷汇报这番对话。家族掌门人意识到，虽然他切断了道金的事业道路，但道金决心为爱放弃事业。于是他亲自上门到治安家，高傲地说是因为治安，道金才不愿回家，抱怨自己没了继承人，要求他们管教好自家女儿。治安的父亲深信不疑地回应，如果治安没亲自说交往，他们俩肯定没在一起。他的父亲信誓旦旦，因为他的女儿绝不会撒谎。爷爷却讽刺地说，谁能肯定呢？毕竟人心难测。治安爹还想解释，但爷爷那耳朵根本不愿听。他走上前，愤怒地给了治安爸爸2个耳光。这种羞辱，治安爸爸全都忍了下来。爷爷还不打算就此罢手，他继续威胁说，他有能力毁了他们全家。说完这些，他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这件事之后，道金还是没回家。爷爷开始到处给道金的疮，夜路上设障碍，即使遍体鳞伤，道金还是坚持着。他找到了工厂，准备试着开始生产。道金望着眼前的一切，满心希望。原本计划去度假的爷爷，在去机场的路上收到了道金发来的短信，短信里附着剪彩仪式的照片。道金说他绝不回头。爷爷看后，心里一阵剧痛，痛得捂住心口，然后就晕了过去。随着爷爷的病发，公司内斗越演越烈，掌门人突发心脏病，情况危急，女儿女婿却图谋篡位。他们策划下，股东大会开启，投票环节来了，超半数手举赞成。道金爷爷就这样丢了会长宝座。姨母大着胆子提议，连道金父母的位都拿掉。道金这才懂得幕后黑手是姨母姨父。他直面那对夫妇，叫停姨母，质问他为何对爷爷下手。姨母淡淡回复，说是为了集团大局。姨父接着说，爷爷掌权太久，他俩忠心耿耿，却总被爷爷偏爱道金一家，他们忍受不公已经太久了，才决定让爷爷退位。虽他们说的有理，但道金不能眼看爷爷辛苦一世化为泡影。他四处游说其他股东，争取重开会议，拉拢更多的股东站到自己这边。他得夺回公司的掌控权。姨母家族既然出手，肯定备好了应对之策。道金得出其不意，预备好多种计划。股东大会按计划开幕。道金心里想，这回父母的位子应该稳了。可谁知投票结果又让人措手不及，大多数人竟然点头同意。就这样，道金的父母被迫辞职。最后一城，新理事长谁属谁？就在姨父要站起来时，道金忽然站了起来，宣布他也要投入竞选。全场一片哗然。面对所有股东，道金说自己的离家是爷爷设的试炼，说他通过了这次考验，是时候回归公司了。接下来，他把姨母隐秘购股的证据亮了出来。这种不正当的操作，让股东们感到很不满。到了投票环节，道金击败姨父，成功成为公司理事长。同时在另一边，治安心里忐忑不安，一方面担心道金遇到波折，另一方面他爸爸被诊出晚期癌症。为了不留遗憾，他们为爸爸举办了一场私人吉他音乐会。演奏会结束后，治安正和妈妈闲聊，
回头却发现爸爸怎么也叫不醒了。就在那一刻，他的手无力地从轮椅上滑落。治安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颤抖着跑向爸爸那边，看到爸爸那安详的睡颜，终于忍不住放声大哭。远处的妈妈看到女儿这样，立马明白了发生了什么，她软倒在地，泣不成声。爸爸的葬礼气氛沉重到几乎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丧礼过后，治安决定去芬兰深造。转眼间，爸爸过世已经整整1年。忌日将近，治安终于回到了韩国。下了飞机，他马上看到了道金。道金一见到治安，他满含深情的告白，坦言治安是他的初恋，是那个让他重新审视这个世界的人。他希望能和治安重新开始一切，于是他们俩做了个约定：如果治安留学归来时，道金依旧心仪他，他们就再次在一起。道金欣然同意了这个约定。不过，道金日日思念，终于等不住了，他决定飞往芬兰，远距离相会。治安既惊喜又吃惊，经历了种种波折，他们终于明白，彼此就是对方的那个人。